今天五人不跟你们聊虚的，咱们把这份刚刚拿出来的，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、公安部、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召开的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的内容，揉碎了掰开了讲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带大家把时间轴拉长到10年，然后看懂这一次为什么说监管对 U 这类的稳定币动了真正的杀心。各位早上、中午、半夜起义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人。首先，我们先给这次会议定个基调。2025年11月28日，这场会议的规格非常高。以前可能只是央行或者金融监管局出来喊话，但这次公检法全都来了。公安局和最高法、最高检，再加上网信办、外汇局，这13个部门坐在一起，不是为了通过什么新的法律啊。因为在中国，关于虚拟货币的法律框架，其实早在2021年就已经封顶了。那他们聚在一起干嘛呢？2个字：执行。这次会议的最核心的一个变化，也就是很多媒体没有读懂的地方，就是对稳定币的定性。以前大家有个误区啊，觉得比特币波动大是炒作，但是 U 啊、USDC 啊这些锚定美元的价格稳定，是不是可以算作一种数字化的外汇或者支付工具？是不是能够稍微从轻发落？这次会议呢，直接就把这个幻想彻底打破了。官方明确指出，稳定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形式。这就意味着稳定币不再有豁免权，它直接被纳入了非法金融活动的黑名单。会议还特别强调了稳定币的3大原罪，第一个是洗钱，第二是集资诈骗，第三个是违规跨境转移资金。对于屏幕前的散户朋友，如果你只是买点币放在冷钱包里不动，这次会议对你其实没有什么影响。国家目前还没有空管你持有是不是违法，但是只要涉及到出金或者涉及到 OTC，那风向可就完全变了。以前你出金被动卡可能是因为收到了黑钱，以后呢，只要你从事 OTC 业务，甚至频繁大额兑换，你本身就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。因为监管层面现在的逻辑就是稳定币就是洗钱的工具，你用它，你就是有洗钱的嫌疑，这叫反洗钱义务压实。要看懂这次雷霆手段，我们不能只看今天，咱得把日历往回翻啊。看一下这10年中国监管层和加密货币之间究竟发生了一场怎样的博弈。然后第一阶段就是2013年到2016年，那是个野蛮生长的时代。在那个时候，5部委发了一个通知，说比特币是特定的虚拟商品，大家可以注意啊，是商品，就像你在网络游戏上可以买装备一样，银行不碰，但是老百姓可以自己玩，没人管。那个时候中国是全球比特币的算力中心和交易中心，火币啊、OK 啊、比特币中国啊，那是非常热闹的时候。然后到了第2个阶段，2017年著名的9月4号大屠杀，当时的 ICO 就是太疯了，是个 PPT 啊，只要你发一个 PPT 就能圈钱。于是7部委联合发文，就一刀切了，所有的 ICO 定性为非法集资，国内的交易所被迫把服务器搬在海外，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出海啊。这也是第一次监管层意识到了这玩意儿可能扰乱金融秩序。到了第3阶段呢，2021年最严厉的9月24号新规与挖矿清零，这是个分水岭啊！国务院发话了，把挖矿这个产业从中国境内彻底连根拔起了。紧接着，央行等10部门发文，明确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。注意啊，这个时候还是要防范炒作风险，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。到了现在呢，就是第4阶段了，也就是2025年的今天，性质就全变了。这次针对的是稳定币的打击，已经不再是什么简单的防炒作啦，而是上升到了国家金融安全和货币主权的高度。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？为什么要对 USDT 下死手呢？这里面就有3个深层的逻辑，五人给大家剖析一下。第一个逻辑就是防止资本外逃。大家知道啊，中国是有严格的外汇管制的，每个人每年5万美金的额度，这个是铁律啊。但是 U 把这个墙给凿穿了，你把人民币换成 USDT， 只要几秒钟，这个钱就可以转到世界的任何地方，变成美元，变成欧元，变成日元啊，随便了。对于监管层来说，这就不是创新，而是漏洞。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现在，防止金融违规外流是金融稳定的底线。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由公安部、外汇局等13个部门搞信息共享，就是要通过资金外流监测把这个漏洞给堵死。第2个逻辑，犯罪分子的通用货币。
大家如果关注社会新闻，就会发现现在的电信诈骗、网络赌博、杀猪盘，甚至贪官转移资产，都不再用现金了，而是用 U 因为匿名便捷，成了黑产界的硬通货。这次的会议里提到了无法有效满足反洗钱的要求，指的就是这个。在监管眼里，一个无法被穿透、无法被跟踪的资金网络，就是犯罪的温床。所以打击稳定币，其实就是在打击犯罪链条的7寸。到了第3个逻辑，也是宏大叙事啊，就是货币主权之争。这一点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，U 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美元的代币，是私人发行的数字化美元，让 U 在中国境内自由流通，甚至在一些小商品贸易、地下钱庄充当支付工具。这就相当于让美国在中国境内有了法偿地位，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容忍的。更何况中国正在大力推广自己的数字货币。如果大家都喜欢用 U 转账，那谁还会用数字人民币呢？所以必须要清场，要把私人铸币的权利给收回来，要把非法法币的流通渠道给切断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朋友会问，香港不是才发牌照吗？要搞什么 Web3 中心吗？这不矛盾吗？这就是一国两制，风险隔离。这次会议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，境内是境内，香港是香港，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火墙。香港可以做沙盒，可以发牌照，可以搞合规稳定币，那是为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夺定价权，是为了把美元的流动性引入香港的合规体系。但是这条路是不允许通向内地的。会议明确禁止境内机构去参与境外的稳定币业务，也禁止把境外的模式往境内引流。以前有些机构想钻空子了，觉得我在香港拿了牌，是不是就可以回内地发展呢？这次会议就直接告诉你了，不要做梦了啊！不仅不能展业，甚至如果你在内地帮香港的项目做宣传、做代理，都有可能涉及违法。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格局。墙外，香港在努力的把稳定币招安，变成合规的金融工具。而在大陆呢，监管正努力的把 U 驱逐，把它定性为非法的风险源。这两者并不矛盾啊，而是金融的一套组合拳。2025年这一波监管不是什么黑天鹅，而是早就悬在头顶的靴子，它终于落地了。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投资者，或者是那个行业的从业者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灰色地带就拜拜了。过去做 OTC 做量化的，甚至发个图5项目，觉得只要不跑路不骗人，顶多算个违规，不算什么犯罪啊。但这次从13部门联合执法的架势来看，以后可能就不能碰这些业务，尤其涉及到法币和稳定币兑换的环节，面临的可能就是刑事责任。对于还在圈子里的朋友，我的建议很直接，如果你是纯散户，管好你的出金渠道，别为了贪几分钱的汇率去碰那些不明来路的 USDT。一旦收到黑钱导致冻卡，现在解冻的难度就是地狱级别的。如果你是从业者，尤其是在内地肉身还在的，就赶紧切割吧。稳定币这块的业务在内地已经是雷区中的雷区。金融市场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每一次监管的收紧都是因为市场已经疯狂到威胁系统安全的边缘了。中国选择最硬核的物理隔绝模式，就是为了在不确定全球局势中守住自己的金融大门。至于这扇门外风浪有多大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儿。如果觉得五人的分析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关于这次监管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